天的这位87岁高龄的科学家，他就用了40年时间研究坦克。他既能进攻，又能防守，所以有人把他称他为陆战之王。他是坦克电气自动化专家、陆军装甲兵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臧克茂。先下手为强，我要比敌人早一点把炮打出去。我们自己的部队的人也能够的话呢，为坦克性能的提高做工作。臧院士，您会开坦克吗？坦克可以一个人开吗？要哪种级别的驾照啊？一般人受不了，所以缺乏了，你都发白了。他推动中国坦克炮控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却对自己的生活极不讲究。教授为自己的学生花钱，从来都不眨眼，但是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用品，真的是近乎苛刻。这是考古发现吗？这是教授用了很多年的一个脸盆。我要出去买的话，我觉得花时间啊，所以我还不如我修一下，马上有好的。他不拘生活小节，60多年矢志从军报国，潜心科技强军。有人问呢，你的爱好是什么？说实话，我的爱好就是继续工作。我们现在的青年人其实特别喜欢立 flag， 他们这 flag 呢，立得也快，倒得也快。你们年轻人那些问题我不太清楚。我们老人说话是算数的，怀说往事啊，不因虚度年华而怀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本期演讲者臧克茂。迎高考，祝未来。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引领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在上一个开讲系列节目播出的时候，正值是毕业季，很多年轻人即将踏出校园，面对人生又一个新的征程。但是，人生并不是树立一次目标就可以一劳永逸，经常在走的过程当中，走着走着，你可能忘了自己当初为何出发。从哪里出发？所以适当的回过头，寻找一下我们的初心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另一个全新的系列——初心。今天第一个踏上我们开讲了初心系列节目讲台的是一位军事领域的科学家，但是47岁，我们今天的这位专家才开始接触他今天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并且一走就是40年。这位老先生研究的这个领域，我给大家出几个关键词，看你们能不能说出这个武器的名字。关键词非常清晰啊，一听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武器。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厉害。啊，原子弹，猜不出来是吧？好，第二个关键词，威武。第三个关键词，属于能打又能跑，而且大多数时候是他让别人跑。回答正确，坦克。我们今天的这位专家，他就用了40年时间研究坦克的炮控系统。到底什么叫炮控系统？它对坦克的这个性能的提升究竟体现在哪？而他这40多年的研究又有怎样传奇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著名坦克电气自动化专家、陆军装甲兵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臧克茂先生，有请。臧老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大家，大家请坐。臧老今年87岁高龄，所以
为了让您啊，在这个开讲的过程中，您也节省体力，我们给您准备了一把椅子，您坐着跟我们聊，好吗？好的，来。可能大家看到老先生的第一眼，你们可能感觉不到，臧老是一个和癌症斗争了20年的人。而且，如果臧老不是穿着军装，不是我之前介绍过关于老先生的这些了不起的事情，走在大街上，您要再拎个菜篮子，谁能知道您天天在家玩坦克呀？完全看不出来。但是我刚才说的，好像您是从47岁开始才和坦克的这个炮控系统开始接触，在之前，您实际上是研究这个潜艇电机这一块的，这个转行跨度比较大。您想过这事儿还是挺有风险的呀？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啊，跟现在不太一样。我不是为了轻松，为了安逸，我还是想多做一些工作，做一些工作。初心非常简单，就是要为国家研究出点东西来。说到这个坦克的炮控系统，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你们知道坦克在战场上它的每一次激发是什么样的过程吗？可能大家想的是，坦克里面藏几个人，一到说瞄准目标，这边咔摇，然后炮管对准目标，这边把炮弹一送进去，那边喊开炮，这边一按按钮，砰。那是舒克和贝塔。炮控系统就是控制那个炮的运动，就是说呢，我能够驱动125毫米口径的火炮，而且的话呢，实现瞄准以及呢这个激发等等这些动作都有关系。所以坦克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战场上它是停稳了，看好目标了，所有东西都弄好了，你再发射，等你这会儿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坦克很多时候是在运动中，它就已经要把它的炮筒指向目标。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运动，我这个坦克的炮口瞄准那个目标是不变的，这样才能打得准啊。所以大家知道，像这样一门技术，实际上我们听起来简单，但是真要实现出来，这是背后有太多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需要解决。那么接下来，掌声有请臧老为我们开讲。讲坦克炮控系统之前呢，我首先说一下坦克到底有没有用，因为这个问题的确过去有过争论。有导弹以后，那不就行了吗？你还要坦克干嘛？是不是？大家试想一下，譬如说咱们伊拉克战争，就那个美国跟伊拉克打，他用那个战斧导弹把伊拉克基本上打垮了。但是战后伊拉克什么样？还是有坦克进去以后，才说伊拉克就是打败了。那么坦克的好处就是说呢，它既能进攻，上面有那个大炮，同时它呢装甲实际上是一个堡栏，又能防守。你要防守这个阵地，那也要坦克。所以坦克呢是在陆军中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有人把它称它为陆战之王。那么假如说我们发现敌人坦克以后，我们怎么样？有句话叫先下手为强，对吧？我要比敌人早一点把炮打出去。必须把敌人这个坦克打中，你不这样的话呢，人家打过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那就是说我的瞄准时间要非常短，发现要马上能瞄准。但整个瞄准过程是这样的：发现敌人坦克以后，我首先呢以再快的速度把炮口调转。那到接近那个瞄准点的时候，你们想一下，这个速度能快吗？能不能快？不能快。要快的话，有动能啊，对不啦？肯定冲过那个头了，是不是这个情况？所以在接近了瞄准点之后，我们给它个名称，那个叫精确瞄准速度。到那种这个速度要很慢很慢，到那个点我才能停下来。你要快一点，对不起，就过头了。我们第一代坦克叫590坦克，精瞄速度太高了，瞄准超过头，然后的话呢再返回来，返回来又够了，再返回来，返了不几次。当时有个形容词叫搓炮，就像搓衣服一样来搓，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就这么干。那么我1979年到张家坪学院以后，就听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590坦克这个
瞄准很困难。那么我的话呢，刚好了解一种新的技术，叫 PWM 技术。那个 PWM 的话呢，实际上按照中文的名称呢是叫脉冲，就是 P，W 是宽度，调制 M， 它这个节弦。这个技术的话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它能够解决你低速时候的问题。所以刚才不是讲，我们希望精密速度越低越好，它能够搞得很低。当时的话呢，我们学校坦克啊，驾驶训练有一个模拟器，这个模拟器上面的话，它要模拟这个坦克的运动啊。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能用我们这个 PWM 技术来给它做呢？那么我就跑到人家去说，你那个东西啊，我义务给你干，什么报酬也不要，是不是？人家呢看我态度比较诚恳，就答应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很快给他完成了。我们的科研部门看到张康茂这么几个人干事情还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学校自己来搞这个项目。当然我们经过很多时间，你就是想这个办法啊，我们进一步做优化，进行改进，达到的那个精密速度是原来59坦克的1/5到1/4，很低很低了。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呢，后来去用，瞄准时间大大缩短，命中率也明显的提高。可举一个数，达到86%以上，就基本上100%能打炮能打中，大概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申请了发明专利。那么这种方法，主要用了59坦克，59坦克是1代坦克，我们称为。后来的话，2代坦克、3代坦克都采用了这样一种方案。那么这样出来以后，张介宾就非常高兴。我觉得我们自己的部队的人也能够的话呢，为坦克性能的提高做工作。那么因此从这个以后的话呢，张介宾就对我的工作很支持。那么我们不断的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后来我们又申请了一个项目，是叫大功率数字式炮控系统。59坦克的炮呢是105，就它火炮的口径105毫米。当时呢，我们国家呢现在是火炮的口径是125毫米，就说呢，我能够驱动125毫米口径的火炮。你不要小看是105到125差20毫米，面积是平方关系，体积是立方关系啊，那差远了。所以这个大功率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说数字式，就说我们以前面的话是模拟控制，现在的话说数字式就用计算机控制。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国家的炮控技术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它的性能指标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除了炮控系统呢，我还做了一些其他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汽车可以用电动机来驱动，对吧？那么当然，坦克能不能用电动机来驱动呢？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啊。80、90年代的话呢，坦克电驱动的问题的话，国际上面慢慢就搞得比较热闹起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就向领导，因为我觉得他们很信任我，我说搞这个东西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的话呢，领导摇头，不管我们军方摇头，工业部门也摇头，就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国家不具备条件，外出太远了。那么这个情况呢，我听到一个消息，国务院有一个部门叫国家机委，它里面有个国防司，说国防司呢，它可以提供经费呢，也就武器装备。那么我就闯到那儿去，结果呢，我就找到那个曹市长，他就觉得我这个想法可以，就提供经费，就搞出了一个坦克电驱动的一个越力样车。一般坦克我们知道都是履带车辆是吧？下面履带是跑的。实际上张介宾呢还有轮式车辆，就是用像汽车一样轮子的啊。它的轮胎呢跟一般汽车轮胎也不一样，一般的枪它是打不穿的，即使打2窟窿也没影响，它也能够还是跑。8个轮子用8个电机来驱动，你们可想而知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呢也把它研究出一个越力样车，这大概是就是我们这方面做的工作。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个理念，战争要零伤亡，血血必死人，对不啦？还有一个的话呢，叫非接触式战争，就是你给我打离得老远老远。按照现在我们坦克的火炮呢，都用后药，
带动那个炮弹往前走的。炮弹呢，离开炮口的速度大概是每秒2000米，大概只有这么一个速度。坦克炮怎么打呢？是平射啊，不像白炮是仰射的，我们是平射打的。那么我们想到，你要平射，你速度不快，一下掉下来就打不远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火药炮的话呢，能打的距离也就是2到4公里。那么刚刚讲的，我们现在提倡远距离打，就希望今后我们坦克炮能打的距离的话呢，8到10公里。那么很显然，用火药炮这个是实现不了的。用电炮的话呢，按照理论分析啊，那个速度可以达到每秒8到9千米，那么这个距离明显就远了。这是电炮。第二的话呢，我们知道坦克装甲就是钢板是吧？那么现在经过试验的话，125毫米的口径的这样一个炮，叫做炮弹是平油穿甲弹，能在2000米的距离上打出1米厚的钢板。那么我们坦克光靠钢板来保护自己，那恐怕不行了，是不是啊？因此提出一个电装甲，就装甲用电来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是装甲不要那么厚，重量也轻。所以这样就出一个问题：我们坦克驱动用电，炮用电，装甲防务用电，因此呢，出一个叫全力坦克这么个概念。远重装备部呢很支持我，就投资呢，让我接了一个实验室，叫陆战平的，就是不光是坦克了，全力化技术重点实验室。这是我所希望要做的，也说我的人生的追求目标。我现在还干啥？就希望把这个实验室将来建成能够是一个是国家的这么个实验室。也有人问我，你到张家坪47了，一般人考虑的，哎呦，年轻半百，你得考虑后面怎么办了，是不是？当时出于一个情况，就是我到张家坪以后呢，当时我们的领导叫我上电机课，他想。我是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啊，后来再分派到哈尔滨的这个经济工程学院。我在哈尔滨搞潜艇电机，潜艇电机那个几千个铁瓦很大，你搞坦克上的电机要小，你上这门课肯定是很容易。但是我当时不是这样想的，我想我到张家坪来，我不是为了轻松，为了安逸，我还是想为张家坪多做一些工作。因此，当然我了解到有一门课叫自动控制系统，这门课的话呢还没有人上，是一门新课。因此我说我要上这门课，这门课不是现在还没有人嘛？我来上。我说给我3、4年的时间，我们把这门课上得很好。为什么这样？那又牵到我的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因为进入浙大以后，当时有2个主教。一个姓黄，一个姓胡，我印象很深啊。给我们介绍一本小说，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的作者是奥斯多洛夫斯基。这个作者的话呢，他是全身瘫痪，2眼失明，实际上他是本自传出的一个小说。这个书我是60多年以前看的，最感人的是2句话里面，怀说往事啊，不因虚度年华而怀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而是呢，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我的一生贡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当时我们都是年轻人啊，对不啦？都是很有激情的。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他是那样，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他还在坚持工作为革命做贡献。所以这一点，我就当时对我们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很大的激励作用。从那个以后，实在话，不是我个人啊，我们班上同学学习格外努力。为什么呢？就说希望多学一点知识，将来出去能更好的工作。当时的话呢，是休礼拜天休息，不是现在这样双休日。我们礼拜天不知道休息，所以有一句话什么呢？没有礼拜天，只有礼拜7。跟1、2、3、4、5、6是一样的学习，一样的工作。我在杭州4年，我4年寒暑假没回家啊。这个情况实在话，我们那代人恐怕都是这样。所以有人问你的爱好是什么？
可能都回答不出来。说实话，我的爱好就是继续工作，真是这样。我就讲这么多，好不好？谢谢大家，耽误大家很多时间来听我这个演讲啊，谢谢。谢谢张院士，谢谢。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就刚才从张老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有足够的自信，更重要的是还有那样一份心，愿意去把自己的学识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去延伸的话，你一定能够做出很了不起的大事。所以张老说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只有1天休息，每周礼拜天，但是很多老年人到最后退休以后啊，都能有自己的爱好，跳跳广场舞啊，下象棋，打个麻将什么的。我问到说，张老您的爱好呢？我就研究一下坦克的火炮系统。在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央视网进行了图文直播，很多网友也都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的节目来进行提问。接下来，首先进入我们银鼎教育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先看一个。各种影视作品都出现过一个人驾着坦克所向披靡，干掉老多敌人了，这可能实现吗？坦克可以一个人开吗？要哪种级别的驾照啊？你这个呀，你得去问交警，哪种级别的驾照？你看看哪个驾校敢教吧。坦克一个人能开吗？现在59坦克是4个人，一个人是驾驶。然后的话就是炮有2个人管，2个人管炮。操纵炮的人叫炮长，炮长。往里贴弹药叫2炮手。2炮手。哎。哦。然后一个车长就站在上面看着。车长是把脑袋上面看，脑袋看到外面去，对不啦？哦。哪了坦克了？我要怎么调过去？哦。他是负责观测。哎，4个人。那么后来的话是说2代坦克了，这2炮手可不可以去掉？靠自动装载机，这变成3个。我们下步想走2个人的坦克，目前还没有的。中国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努力，2个人。当然，也有观众在问，有没有可能最后降到1个人开？其实你小时候就已经实现了，你打坦克大战不就1个人打吗？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像影视作品里，至少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坦克也得3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来进行操作，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儿。那坦克的驾驶难吗？你们不知道坦克是怎么一回事。坦克跑起来是上下波动的很厉害啊。过去的话，坦克兵有专门叫坦克灶。哦，吃饭的时候有坦克灶。他这个火灾为什么很辛苦？那个里面一般人受不了。我的研究升上去，作业缺坏了，脸都发白了，脸都发白了。震动的太厉害了，咱们不是开汽车啊，一天能跑100公里就很不错了。对呀，你人受不了，你在里面那么长时间开坦克，千锤百炼方成钢。好，接下来，现场观众也用小纸条给您提了几个问题。张爷爷您好，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人工智能这么火爆，未来有可能会有全自动坦克吗？就人工智能坦克，不光是无人驾驶，包括就所有的一切，你只要给它输入一个战斗区域，剩下的事儿全交给他。不是讲要全力坦克嘛？这个就是意味着将来的话呢，就可以用人工智能，没有人就1个人跑了。这个不知道哪一天，坦克什么地方都去啊，荒山壁啊，都是树林，这些他都要去。那个你说，对，那个环境很多情况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问题肯定是比较遥远，但是毕竟是一个方向，因为不是要零伤亡嘛，要非结束这战斗嘛。不像现在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一说无人驾驶，装个激光雷达呗，多装几个传感器，给坦克装几个摄像头，不就可以遥控了吗？没那么简单，但可能这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未来，而未来掌握在年轻人手里，在你们手里。来，6位青年代表，
张院士好，撒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我的专业是装甲车辆工程。一个女孩穿着裙子，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站起来说：“我学装甲车的。”我们学校很多这种专业，还会有做炸药的专业。好，谢谢。所以你想想，他们学校开运动会，入场式不都要举个牌子？中文系、法律系，他们是装甲车、炸药。那你应该算是臧院士的晚辈，是吧？对。然后我比较想问的是，臧院士，您会开坦克吗？不会。那您当初没有想学一下吗？刚才我都讲了，就说我的研究生在坦克上面跑一圈，大概有就几公里吧，他都受不了，我上去更受不了。那您研究这么多年，您就不好奇吗？这个坦克到底怎么开？我不会的东西很多，我不想什么都学。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去到了装甲兵学院，体验了一下坦克驾驶，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辛苦。你开的是哪一款？上面开的是59。开了几米？开了2圈。就你开完之后，那个训练场还好吧？周边的建筑啊什么都还在。树少了几棵。树少了几棵。哦。没有装弹吧？那个。没有。你要再一激动。因为你那个驾驶呢是在我们学校里那个驾驶场，对吧？是在路上开的，你没有过坎吧？没有过坎儿吧？有坡度，但是没有壕沟。我觉得为什么刚刚讲坦克驾驶还比较难呢？你们毕竟是一个大学生，真正一个驾驶员可能不是帮那么多简单，比如爬坡，坡很多啊，32度，有坡，有坎，还有短墙，有很多情况，而且呢，一般不是说像我们学校那么路的那么平坦。作为一个驾驶员，需要很多的训练和学习。我们这次开坦克之前，先在模拟驾驶椅上先训练了2天，但是这个训练其实也是比较辛苦。就我们刚开始去那里的时候是非常的激动的，但这个训练下来，我们就觉得没有那么激动了。我是想问您，您从79年您47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坦克，到您97年的时候 PWM 这个项目获奖。那么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时间跨度，您的心情在成功的那一刻，是不是还有最开始的那种激动呢？当时我觉得我的装甲兵，也就是说一个想法去，我装甲兵在做些工作，是吧？但是后来这个发展做了一些事情，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很难说，就觉得很自然，也没有什么特别激动和高兴，觉得好像这个。都是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而且时间那么长，是吧？当然，这个事情做的过程里呢，也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一个团体。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一些问题，可能我的回答不能使你感到满意。没有，很好。我分析啊，臧院士他的研究经历和你驾驶坦克的经历是完全2个概念。就你驾驶坦克，或者说我们年轻人平时盼着去做一件什么事儿，等你真正做到了那件事儿，你会觉得哎呀，也就这样。那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当成了终点。但是对于臧院士来讲，研究这件事儿绝不是一个终点，他感兴趣的是整个这种探索未知、不断的去带着好奇心去创造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你享受过程的时候，中间任何一个点都是幸福的。萨老师好，臧教授好，我来自山东，我现在从事的空气净化器行业，我的名字叫邢志振。我知道了，你是想给坦克装空调？不是我，我是自己做坦克。什么意思？我自己做了一台坦克，真的1比1的。这是你做的坦克？对，是的。
张院士，这个我得让您回头看一眼，这是他自己做了一辆坦克。哇，这什么材质啊？纸壳糊的吧？纸壳糊的肯定不能开呀。但我听这声音真的，你装的也是发动机？跟现役的坦克没有，那个我去哪儿弄？那个弄不。但也是装的柴油发动机。对，36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张爷爷都愣了。其实张院士在2016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过咱们装甲兵学院。那个时候是10月份的时候有个军民融合展，那个时候我正在做这台坦克。当时呢，我想去看看真正的99式坦克，想近距离的去观看一下，去接触一下。但是很遗憾，到那时候人那99式不让看。所以你做的这个是99式吗？对，仿99式的，不是太像。99式不是不让你看吗？有模型啊。所以你的资料就是……我只是没有亲手摸到99式，就没有看到真的。对，但是你根据模型对提供的资料，我买了一个模型，测量、放大，然后做了一台。哇！我想问一下张院士，就是你像我们这种资深的军迷，每当看到咱们国家的新兴的武器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是特别激动。但是看到国外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着急，很着急。您作为炮控方面的专家，当国外的新东西出来以后，您是怎么想的？我们看到国外的东西，当然就会想到我们自己有差距。国外有新的东西，新颖的东西，当然我们要做出来，跟他类似的，或者不要超过的，否则的话，我们打起仗来，我们不就吃亏了吗？对，这是肯定的。所以一个新东西，我们可能想哦，研究这个问题，它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了解，看我们能是不是也做同样东西，我们还想是不是做的能比他更好啊？是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这样。所以军迷着急，如果是出于一颗爱国的良心的话，那么张老说他们着急是一种责任。谢谢张院士。现在坦克停在哪儿呢？每天，我就真的好奇。在我们的工厂。停在你工厂？对。你平时也不敢把它拿到街上溜吧？一次都没敢过。所以也就是做出来了，其实就是圆了个梦，但是大多数时候是放在那儿看。对，是放的。然后我一直在进行修改。军迷是一个我特别佩服的一个群体，但是玩的时候一定要保障自己在一个这个合法的范围内。对，我肯定保持在合法的范围内。我咨询过律师的。哦，那就好办，那就好办。谢谢。有了你之后，下一位站起来没做出点什么武器都不好意思了。您是？我叫燕玉林，是来自陆军装甲兵学院的博士生，然后专业人士来了。什么专业？哦，是张老的学生。是的。哇，您跟了张老多少年了？我跟了老师6年了。6年。是从上硕士开始，然后到博士，我现在博士4年级。然后其实我今天正好想借着节目，最大的心愿是想送给教授一个小礼物。因为说句实在话，平时我们当学生的想送给教授一个礼物，真的太难了。所以，因为平时可能教授也不会收你们的礼物。对，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要送什么。我想送一个鞋拔。为什么？因为教授现在身体不太方便，有的时候提鞋的时候不方便。教授自己有一个，然后但是断了一节，但就那一节，教授一直在用。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看得挺心疼，然后就想趁这节目给教授送一个这个。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礼物，而且分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日常的生活用品。咱们年轻人一些东西真的就是说用一用，然后感觉不好用了，然后完了就换掉了。但是教授不是，教授的家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我都不说我了，我感觉都比我父辈的年岁要长，包括教授的一些柜子、一些桌子，然后都是那会儿教授自己做的。哦。
这是臧教授的家里吗？是的，是的。别的不说，就这台电视机，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年头的。您还用的是显像管的这种老电视。这是什么？这是教授的一个脸盆，用了很多年的一个脸盆。你要不说的话，就这个照片放着，说是考古最新发现，很多人会相信的。教授是一个真的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用品真的是近乎苛刻的一个人，但是教授为自己的学生花钱从来都不眨眼，只要是对我们科研有帮助的，只要是对我们学习有帮助的，教授从来不含糊。但是自己有的时候，教授买一个温度计，就那么一个温度计，自己跑到那个电子市场，然后去逛半天，然后去买一个最便宜的回来。教授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双袜子穿了3年，旁边人问他说：“怎么老这一双袜子，你换双新的有多难呢？”教授说了一句：“说我也想换，但老穿不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有一句话你们可能听没听见过？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所以养成这么一种习惯。包括我家里这样东西，就是说坏了以后。因为我们是学工的嘛，学工的话就有一定动手能力啊，就是什么木工、监工，是不是？这都是看家本领，所以这个没什么好稀奇的，是不是？因为不光是钱的问题，就是说我要出去买的话，我也得花时间啊，所以我还不如我修一下，马上有好的，是吧？举例说我们不能用了，那这2回事情，所以包括很多方面都是这么来考虑的。说句实在话，这个跟了教授6年，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幸福。教授从来考虑的出发点都是为自己学生，说你学生怎么样好，那教授会充分理解你，充分去考虑你的意见。教授从来没有说对我们以后的这个发展、以后的人生去要求我们怎么样。这个我今天就想听一下教授对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期望。你坐了吧，你坐了。没事，你站着吧。向老师提问得站着听。关于学生的问题呢，我是这样想，就是说，都是成年人，是吧？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想法，还是应该充分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要求。作为一个教师来说，他再大的自豪的什么呢？就是学生有成就，学生有进步，是不是这样？这是教师的责任啊。所以有些人提这个学生师生关系，我认为可能更多的问题还是教师怎么样更好的关心学生，而不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好像你给我干活吧。我真不是这样想。当然，我的学生可能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吧？就长远利益和当下利益你怎么处理？有些事的话呢，从长远利益来说，你应该这样做。但是从当下利益来说，你可能要做一些牺牲。我们人生的话呢，更应该是考虑到将来长远的一些发展，不要光靠着眼前。我就在说这一些。人生永远要看到自己远大的目标，而不要被眼前的一些东西所迷惑。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所有年轻人的告诫和期望。另外的话呢，从我本人来讲，我的资历是比较平庸，我的能力也不强。但是为什么我能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很重要一条，就是很多人支持我。我们没有奖金的，什么也没有。那么我们学生为什么能那么样白天黑夜的干呢？都是因为大家呢互相支持、互相关怀，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话，我有今天都是我学生他们努力的结果。我觉得他们有更大的发展前途，应该是这样，所以他们应该比我好。谢谢老师，谢谢。发现了吗？青年代表起立问问题，其他的人臧院士都没说什么，只有自己的学生坐下，你坐下。很明显，对自己学生真的是爱到骨子里。刚才看着他是你坐下。下一位。
电视爷爷好，看到您也想到我的姥爷。我姥爷他是一个老一辈的铁路人，他是比您还早2年毕业，他是53年毕业的，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大学生。他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铁道部工作，然后负责铁路的建设和指挥。跟您一样，他也没有周末，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年假，什么春节都不放假。对，所以他其实在家庭上花的时间非常的少，导致说我姥姥她后来为了这个就着我姥爷的工作，也到这个铁道部去当医生，因为他是一个这个医院的医生。然后家里我妈妈和我舅舅都是由姥姥来照顾，有的时候姥姥忙呢，那我舅舅的衣服就是我妈来洗，所以我妈妈和姥姥都是在家里的女强人，就能独当一面，把生活处理得非常好。我觉得今天我能够做一些成绩，离不开我爱人的支持，因为我主要精力在外面，就是工作和学习，家里的话，这个考虑的比较少，所以这样呢，家里一些事情，包括教育孩子、生活方面，都是他一手承担。尤其的话呢，那个年代我们都比较穷啊，我们的当时那些衣服啊，我都我爱人做的，包括我自己衣服，他手还是挺巧的。他对我很支持。我举一个例，他有病，他经常要发病，发病以后呢，他又躺床上不能动了。那当这种情况呢，我只能给我来调起家务，是吧？他发家里能起来一点，他马上就尽量接着着起来，就料理家务。他不能再不吃，结果呢，他负责勾谈，一个时候做饭。他是这么一个人，很坚强。我爱人对我支持很大。所以呢，我觉得我有今天，他的确是有一半的功劳。我在刚才听了臧院士的演讲当中，尤其是您提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候，更加坚定了今天您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钢铁直男，这个钢铁的身躯，然后对誓言的坚守，还有为国家的奉献。谢谢您。钢铁暖男，虽然看上去好像臧院士一直在忙事业，顾不上家庭，但其实家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小小的细节，自己的人生伴侣为自己做出的每一点奉献，在臧院士的眼里和心里，他都是在意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暖男的另外一种表现。所以谢谢您今天给我们上的这一课。来，下一位。臧爷爷好，萨老师好。我们现在的青年人其实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立 flag。然后我们会在朋友圈里，比如说我要减肥啊，我要学英语啊，然后定期的去打卡。但是呢，我们都会发现，就是打着打着卡呢，这些人就是没有踪影了。特别想问一下爷爷您，就是您曾经讲过，您无论做什么事情，在3到5年的时间里面都会做得特别好。那我想问您，是怎么样在一步一步立 flag 的过程当中，一个一个都实现了的呢？有代差啊！你们年轻人很多的我不懂。这个年轻人说立 flag 呀，这个 flag 就是英文单词旗子，就插个旗在那儿，给自己说个目标。flag 是吧？我这个意思。但是他们这 flag 呢，立得也快，倒得也快。我只能这样讲，你们年轻人。那些问题我不太清楚，但这有个问题的要坚持。就话说，我刚讲提到我们当年所的教育，干什么事情都要干好，就感到应该不打目的不休息，应该这么个情况。即使我要学一门新课，可能有困难，但是我既然说了，我下了决心了，我肯定要克服困难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是有些想法，有些看法，但现在有些社会上面啊，你说了以后，你得要受信用啊，要做得到啊。你不是说了以后啊拉倒了，这一点我我是很不赞成的。可能我们老一辈的人比较固执吧，说的不好听。我们老人说话是算数的，不爱胡说。好，谢谢爷爷。爷爷刚才说，我们那一辈人说话是讲信用的，那是一个承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立 flag 是好玩儿，因为你在朋友圈里立。很明显，你是给别人看的，立的是 flag， 还是一个真正能让自己一生坚守的承诺？所以搞清楚了这2件事的区别，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为自己插一面不倒的旗。最后一位，张院士好，小萨老师好，我叫王肖鹤，来自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是臧院士的直系师弟。您的直系学弟，欢迎你。之前在学校就听说臧院士之前的一些事迹，说臧院士大学4年1次都没有回过家。说实话，当时我都不太相信。但今天来到现场，臧院士亲口证实了这个情况，而且不仅没有寒暑假，连周日都没有，真的是让我很感动。但是我就想问问臧院士，您4年都没有回家，当时您家里人不想您吗？当时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反正每个假期，我都感到我都有事，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时间关系学的不深入，那么这样也希望用假期的话来补充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假期不回家的人还是挺多的。是因为那时候交通条件也不便利。不是这个，就是说，不是，可能还不光有这个问题。不光是当时什么原因的话呢，在学校教的过得挺好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呢是全公费，吃饭都是学校提供的，吃的非常好。比如说中学里面吃的好多了。我去了以后，身体发胖了，说体重增加了啊，这个身体好了，真是这样，这个是家里觉得没有这么吃的好的。他是跟你说一下情况啊，每一个家里都有同学跟我在一起，就不回家的同学，不是说我一个人留在宿舍里面可能是很孤单啊，不是这个情况。那么另外讲，过得很愉快，因为学校里面你看你在平时上学到图书馆的话，你还是抢位置。那个人话你不用抢了，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去看书了。所以可能假期这个生活啊，比平时要好。臧院士满眼放光的回忆了假期不回家的生活。实际上我还不是4年，是6年没有回家，6年。为什么的话，毕业就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后呢，我到解放军，解放军把我再分派到这个哈尔滨的这个经济工程学院。由于我去了也很努力，表现很好，我1年就入党了。当时分到哈尔军工120多个人，我是第1个入党。大家看到您年轻时候的这张照片了。50年7月份才穿上军装，去了不是马上能穿军装的。当时我去了有写了2个报告，一个申请穿军就入伍的报告，第2个写了一个申请入党的一个报告。当时写了这么2个报告。我觉得臧院士真的是实践了《钢铁是怎样炼成》里的那句话，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在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中。我觉得从您身上，我真正的看到了国家的脊梁。谢谢。谢谢学弟，请坐。臧院士75岁评上的院士，不是说这个到75岁那年，臧院士才够上了院士的资格，而是在此以前很多次评院士，臧院士都说，我还不够格，不要考虑我。一直到75岁，也就是中国评院士的最后的年龄期限，臧院士才成为一名院士。就这一个细节，你就能感受到，一个人当他把全部心思放在他自己最钟爱的事业上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对于臧院士来讲，最幸福的是他能和同事和同学一块儿，能够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他的努力和贡献。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想我们有必要再次重温《钢铁是怎样炼成》最后的那段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自己年华虚度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只有这样，他最后的时刻才能骄傲地说：我把我一生最宝贵的精力和生命都奉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再次感谢臧克茂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